你再给我们家云哥找找吧。找不了，真找不了。你家姑娘那嘴，长安10里的媒婆都绕着走。3岁喷哭邻家小霸王，7岁骂跑地痞，15岁对得当朝官员告老还乡，谁敢娶啊？我当是什么事？原来在背后说我坏话呢。云哥，你怎么出来了？怎么，我凭本事挣的长安第1嘴炮名号丢你们人了？姑娘家嘴那么利，可怎么办？工部员外郎府在这儿吗？礼部侍郎府前来提亲。我叫陆云歌，年方20，未婚。这在偌大的长安城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毕竟凭我爹正五品工部员外郎的家世底蕴，再搭上我这张尚可一观的脸蛋，即便不至于被媒婆踏破门槛，也绝不该沦落到无人问津的惨淡地步。问题偏偏就出在我这张嘴上。用我娘痛心疾首的话来总结就是：好好一个姑娘家，偏偏长了张淬了毒的刀子嘴，方圆10里的媒婆见着你都得绕道走。我能怎么办？我总不能跟他老人家显摆，我这叫天赋异禀，上至朝堂风云，下至东家长西家短，就没有我陆云歌插不上嘴、喷不赢的架。3岁喷哭邻家小霸王，7岁骂跑上门讨债的地痞，15岁一张嘴硬是说的我爹的政敌当朝请辞，连夜告老还乡。从此长安第1喷子的威名响彻云霄，我爹娘愁的头发都白了，认定我这辈子大概率是要砸在手里当老姑娘了。直到那一天，礼部侍郎府的官媒带着满脸和善的职业微笑，敲开了我家的红漆大门。提亲对象竟是当今圣上眼前的红人，年仅25岁便官拜3品，风光霁月，雅正端方的礼部侍郎沈燕慈。他身上唯一的缺点就是个齿肤，膝下还带着个5岁的拖油瓶。我爹娘激动的差点当场抽过去，连连直呼这是祖坟上冒青烟。我却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沈燕慈是什么段位的人物？那可是长安城万千少女的梦中情郎。她就算要续弦，满长安的大家闺秀排着队任她挑，怎么会精准扶贫，挑中我这个闻名遐迩的毒舌喷子？图我年纪大，图我嫁不出去，还是图我嘴特毒？娶回去能镇宅辟邪，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新婚之夜，洞房花烛，沈燕慈平退了所有下人，那张俊美得人神共愤的脸上没有半分新婚燕尔的旖旎喜悦，反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郑重其事。他从宽大的袖中取出一沓纸，轻轻推到我面前。这是……我挑了挑眉，难道是婚前财产协议？可以啊，这古人还挺有现代前瞻意识。这是城南的2间旺铺，1处3进的宅子，外加东海夜明珠一对，全当是给夫人的聘礼补充。沈燕慈的声音温润如玉，可说出的话却现实的像菜市场的猪肉价。我眼睛瞬间亮了，可以啊，这老公上道。我正要伸手去拿，他却将修长的手按在了那沓房契地契上，目光灼灼地盯着我。在此之前，我有一件事想请夫人相助。来了，正题终于来了。我就知道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本质上就是笔买卖。直说吧，什么核心项目？预算多少 ？KPI 怎么定？我毫无形象地盘起腿，往嘴里丢了颗红枣，摆出一副假以双方商业谈判的专业架势。沈燕慈显然愣了一下，似乎没跟上我这超前的节奏。但混迹官场的人就是不一样，他很快便恢复了镇定。我想请夫人继续做你自己。我嚼着枣核，含糊不清地反问：什么意思？花钱请我继续当喷子？他重重地点了点头，俊脸上甚至浮现出一丝近乎于崇拜的奇异神情。我早有耳闻，夫人凭借一张利口，能将死人说活，黑的说成白的。过奖过奖，机操物六。我谦虚地摆摆手，心里却乐开了花。感情是我的核心专业能力，得到了高净值客户的深度认可。犬子之安今年刚满5岁。沈燕慈的脸色肉眼可见地沉了下来。她性子怯懦内向，在学堂常受人欺凌。我身为礼部侍郎，需维系朝臣体面，行事必须端方雅正，实在不好亲自下场与妇孺争执，所以我秒懂，他这是斥重金给自己包圆，请了个全职嘴替兼家庭金牌辩护律师啊。他负责在外面风光霁月，维持他的白月光男神人设，我负责在家里以及家外360度无死角的火力输出。谁敢惹他儿子，我就喷到谁怀疑人生。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绝了！这职场分工天衣无缝。所以我的核心 KPI 就是全天候保护你儿子沈之安，让他不受半点委屈。沈燕慈的眼睛里闪烁着希冀的光芒。正是，只要夫人能让那些嘴碎的长舌妇、熊孩子以及他们背后的家长彻底闭嘴，让他们再也不敢招惹治安，这府里的中馈大权尽数归你，我的月俸也全额上交。我激动地猛拍大腿，这是什么感天动地的神仙甲方？资金给到位，权力还充分下放，成交！我一把将那些房契地契划拉到怀里，吹了吹上面压根不存在的灰尘。沈侍郎，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儿子的金牌护卫。我们的核心口号是，让每一滴委屈的眼泪都倒流进妻
负者的脑子里。沈燕慈看着我意气风发的模样，长长舒了一口气，露出一个发自肺腑的笑容。很好，项目正式启动，我陆云歌今日起持证上岗。第二天一早，我心安理得地睡到日上3竿才起。沈燕慈早就上朝去了。院里只留下一位姓孙的嬷嬷，毕恭毕敬地伺候我梳洗。用过早膳，孙嬷嬷在一旁尽职尽责地提醒：“夫人，小少爷再过1个时辰便要散学了，按着京中规矩，您身为继母，该亲自去学堂门口接他。”来了，新手村第一个副本任务。我换上一身簇新耀眼的绯色长裙，发髻间插上沈燕慈作为聘礼补充送我的赤金步摇，对着铜镜喝地冷笑一声，挤出一个自认为极度和善的微笑。很好。终极战斗形态启动完毕，长安城顶级的贵族学堂门口，历来是各路贵妇攀比斗法、阴阳怪气的修罗场。我到的时候，那里已经豪奢地停了好几辆华丽马车，一群穿金戴银的贵妇正扎堆聚在一起，摇着团扇，热火朝天地交换着京城最新的八卦。我这刚一露面，他们的目光就齐刷刷的犹如探照灯般射了过来，上下扫射，恨不得把我盯出个窟窿。哟，这不是沈侍郎新娶过门的那位夫人吗？一个穿着16红裙、满头珠翠闪瞎人眼的女人，阴阳怪气的率先开了口。她是安定侯的夫人周雨嫣，圈子里出了名的碎嘴子。什么正经夫人，不过是工部一个小小员外郎家养出来的刁蛮女儿，也不知道踩了什么狗屎运，竟能高攀上沈侍郎。旁边那个穿着宝蓝色衣衫接茬的是御史大夫家的吴夫人，和周雨嫣一向是面和心不和的塑料姐妹花。我连正眼都没瞧她们，径直走到一棵粗壮的大槐树下，从宽大的袖兜里摸出一包5香瓜子，悠哉悠哉地嗑了起来。对付这种跳梁小丑，你越搭理他，他越蹬鼻子上脸。绝对的无视才是最高级别的蔑视。果然，见我不接话茬，他们顿觉一拳打在棉花上，自觉无趣却又不甘心，便开始拿我那便宜儿子当枪使。要我说啊，沈侍郎也是命苦，年纪轻轻就要给别人养孩子。周雨嫣的声音拿捏得恰到好处，不大不小，正好能精准飘进我的耳朵。谁说不是呢？满京城谁不知道那孩子木讷得很，亲娘又是个没福气早去的，现在府里又抬进了这么个厉害的后妈，这孩子以后的日子怕是难熬了。吴夫人立刻一唱一和的配合，我嗑瓜子的动作倏的一顿，说我当耳旁风可以，说我尊贵客户的儿子绝对不行。我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拍了拍裙摆，走到他们面前，脸上精准挂上职业假笑。两位姐姐聊什么国家大事呢？这么热火朝天的。周雨嫣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我们姐妹聊私房话，关你什么事？我笑得愈发甜美纯良。是不关我事，我就是刚刚隐约听见两位姐姐在探讨育儿经。说起来，我昨日进宫去给太后老人家请安，恰好听太后连连夸奖，说安定侯世子聪慧过人，小小年纪已经能将《论语》倒背如流了。哎，可不像某些人家养出的孩子，都7、8岁狗嫌猫增的年纪了，连个3字经都磕磕巴巴背不全，整日里就知道在学堂调皮捣蛋。前儿个更是胆大包天，把太傅的宝贝胡子都给烧了，惹得御史大夫在朝堂上被圣上指着鼻子点名痛批呢。我这番话一出，吴夫人的脸唰的一下就绿成了韭菜叶。他儿子火烧太傅胡子的事，可是他家近期严防死守的头号丑闻。而一旁的周雨嫣脸上则瞬间乐开了花，看向吴夫人的眼神里充满了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我根本没给吴夫人喘息反击的机会，话锋一转，又对准了周雨嫣，故作惊讶地捂住嘴惊呼：“哎呀，侯夫人，您今日穿的这身衣裳可真艳丽好看，就是这料子，瞧这花色怎么像是去年的旧款云锦霞呀？我前几日去逛霓裳阁，掌柜的私下跟我透露，说今年最得宠的新料子叫雨过天青，说是京兆府尹夫人财大气粗，早早就定下足3匹了。哎，看来还是府尹大人胜券正浓啊！这等顶好的东西，掌柜的都紧着往他家后院送呢。”周雨嫣脸上的笑容瞬间僵成了水泥。她这人平日里最爱在吃穿用度上攀比，听我这么一通夹枪带棒的输出，再转头看看不远处府尹夫人身上那件水蒙蒙飘逸出尘的青色裙子，脸色顿时变得和吴夫人一样难看至极。我优雅地拍了拍手上的瓜子皮屑，对着这两位面如土色的夫人，露出了一个我这可全都是为你们着想的真诚表情。妹妹，我这人就是心直快，肚子里藏不住事儿。两位姐姐大人大量，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大家都是当人家娘亲的人，这孩子的出息和当娘的脸面，出门在外总得顾上一头嘛。您二位说是不是这个理？说完，我施施然一转身，
留下周雨嫣和吴夫人在原地大眼瞪小眼。两人眼神交汇处，火花噼里啪啦的炸响。我前脚刚退回大槐树下，后脚就听见人群中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声。姓吴的，你刚刚那话里话外笑话我儿子，到底几个意思？姓周的，你少在这儿跟我装大尾巴狼！你家侯爷在外面养了2房外室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贱妇敢满嘴喷粪，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啊！你敢扯老娘头发！学堂门口，长安城内2位赫赫有名的诰命夫人，为了誓死捍卫各自摇摇欲坠的脸面，当着众人的面，毫无形象地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周围的贵妇们生怕被殃及池鱼，纷纷尖叫着避让，场面一度混乱到了极点。而我作为这场风暴的幕后黑手兼始作俑者，正惬意地靠在树干上，一边继续嗑着我的5香瓜子，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出年度撕逼大戏。铃铃铃，学堂散学的清脆钟声适时响起。一个穿着青色学子服的小小身影，吃力地背着一个鼓囊囊的书包，耷拉着脑袋，像只斗败的小公鸡一样，从学堂大门里缓缓走了出来。他的眉眼长得极像沈燕慈，清秀俊雅，只是身板过于瘦弱，脸色也透着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活脱脱一棵缺水少肥的小树苗。他一出门就看到了扭打成一团、钗环散落的贵妇人，紧接着目光一转，看到了不远处正靠着树看热闹的我。他小小的眉头立刻紧紧拧在了一起，澄澈的眼神里充满了大大的困惑，以及一丝极其不易察觉的嫌弃。我毫不在意，冲他热情地招了招手，扬起一张自认为慈母般温柔的笑脸。沈之安，过来，我接你回家。他站在原地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屈服于现实，迈着小短腿，慢吞吞地朝我挪了过来。很好，第一天的客户交接平稳落地。回府的马车上，车厢内死一般的寂静。沈之安死死抱着他的小书包，整个人缩在车厢最角落，恨不得离我8丈远，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生人勿近、熟人也别惹我的强烈结界。我倒也不着急热脸贴冷屁股，慢悠悠地从袖兜里掏出一包刚出炉的桂花糖，大方地递了过去。尝尝，特甜。他像只警惕的小兽一样扫了我一眼，果断地摇了摇头。不吃拉倒，我自己吃。我毫无心理负担地自顾自剥开一颗扔进嘴里，故意夸张地咂了咂嘴。这料放得足，真甜。我余光瞥见他喉结动了动，偷偷咽下了一大口口水，但身体依旧倔强的没有挪动半分。行，小小年纪还挺有骨气，我就喜欢这种有挑战性的客户。接下来的几天，我宛如一个按时打卡的 NPC， 每天都准点出现在学堂门口接他放学，顺带的日常娱乐，观摩周雨嫣和吴夫人日渐升级的战况。这2人自从那天被我当众挑拨之后，算是彻底杠上了。每天在校门口不互怼几句，互相爆点黑料，就浑身难受。这倒是为我无聊的午后时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免费乐子。而我和小客户沈之安的关系，也在这种不咸不淡的日常中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他依旧是个闷葫芦，不怎么理我，但我每次变着花样带的好吃的，他总会在我故意走神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偷顺走1-2块。直到第5天，平静被打破了。我刚晃悠到学堂门口，就眼尖地发现沈之安正被一个比他足足高了半个头、壮得像头小牛犊的胖墩死死堵在墙角。那小胖墩我认得，兵部尚书家的独苗李浩宇，是这贵族学堂里横行霸道出了名的小霸王。沈之安，我娘回家可都说了，你就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你爹瞎了眼，娶了个泼妇回来给你当后妈，以后有你吃不完的苦头。李浩宇一边恶狠狠地叫嚣，一边伸手用力推搡着沈之安瘦弱的肩膀。沈之安被推得一个踉跄，却死死地咬着下唇，愣是一声不吭。身侧小小的拳头握得指节泛白，我心底的那股无名火噌的一下就直冲天灵盖。我3步并作2步冲上前，一把精准地揪住李浩宇的后衣领，像拎着一只待宰的小鸡仔一样，将他整个人悬空拎了起来。这谁家没教养的熊孩子，嘴巴这么臭，早上出门是拿大份数的口吗？李浩宇在我手里拼命扑腾着小短腿，杀猪般嚎叫起来。你算哪根葱？快放开本少爷，我爹可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哦，我冷笑着点了点头，恍然大悟状，就是那个上个月因为贪墨克扣边关军饷，被圣上在大殿上指着鼻子骂，还罚了半年俸禄的李尚书。上梁不正下梁歪，怪不得儿子教的这么没品。这贪财又欺软怕硬的家风，原来是一脉相承啊！李浩宇毕竟是个孩子，被我当众揭了亲爹的老底，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打扮犹如暴发户般浮夸的女人，像颗炮弹一样冲了过来，企图一把推开我。
你这疯女人干什么？快放开我儿子！不用问，这战斗力爆表的定是李浩宇的亲娘李夫人。我嫌弃的松开手，李浩宇一落地，立刻泥鳅般躲到了他娘身后，指着我恶人先告状。娘，这个泼妇她欺负我！李夫人立刻对我怒目而视，唾沫星子横飞。你就是沈氏郎家刚娶进门那个上不得台面的，果然是个没教养的市井泼妇！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当街对我尚书府的公子动手！我怒极反笑，笑得犹如春暖花开般灿烂。李夫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喷。我不过是见你家公子衣衫不整，好心帮他正了正后衣领罢了。倒是你家这宝贝儿子，刚刚可是嚣张的指着我儿子的鼻子，一口一个没人要的野孩子骂得欢呢。怎么？难道堂堂兵部尚书府的百年家教，就是专门教导子孙在别人的伤口上肆意撒盐吗？你血口喷人！李夫人被我一通抢白，噎得直翻白眼。我什么我？我气势全开，向前逼近一步，眼神凌厉。我儿子有娘没娘？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尚书府的人来智慧？他爹堂堂正三品礼部侍郎，官阶压你家尚书一头，他后妈我。虽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但也不是任由你们这些阿猫阿狗拿捏的软柿子。你儿子今天敢骂他，明天是不是就敢动手打他？后天是不是还要上房揭瓦，把这学堂给拆了？子不教，母之过。李夫人，你与其在这里跟我撒泼打滚丢人现眼，不如赶紧回家把那女则内训翻烂了，好好学学怎么当个合格的人母。我的语速又快又急，犹如一挺上了膛的机关枪，突突突打得李夫人毫无招架之力。她气得浑身如筛糠般发抖，脸上的脂粉簌簌往下掉，一阵红一阵白，精彩极了。还有你，我转头看向那个躲在背后探头探脑的小胖墩李浩宇，突然蹲下身，目光与他平视，一字一顿的警告。小朋友，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沈之安她不是没娘，她有2位母亲，一位在天上化作星辰，时刻保佑着她岁岁平安，另一位就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我。以后谁要是敢动她一根汗毛，我就能把谁的祖宗18代从坟头里刨出来挨个问候一遍。你今天喷的每一句粪，我都记在黑名单里了。以后要是再让我听见你满嘴喷粪，我不但要亲自去尚书府找你爹，好好捞捞那笔被克扣的军饷，我还要斥巨资找京城最好的说书先生，把你5岁还尿床的光辉事迹编成快板，天天在学堂门口循环说唱。你听懂了吗？李浩宇被我这连番恐吓吓得浑身一哆嗦，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一头狠狠扎进他娘怀里，再也不敢抬头。李夫人死死抱着儿子，指着我的鼻子，你了半天，实在找不到词反击，最后只能硬憋出一句毫无杀伤力的狠话：你这泼妇，给我等着瞧！然后便护着儿子灰溜溜的落荒而逃。我得意地拍了拍手，深藏功与名，大获全胜。一回头，却意外撞见沈之安正睁着一双乌溜溜、水洗过般清澈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那复杂的眼神里有震惊，有好奇，似乎还破天荒地夹杂着一丝狂热的崇拜。我冲他挑眉一笑，朝他大大方方地伸出右手：走，接你回家。今天给你顺路带了聚香斋新出炉的枣泥糕，还热乎着呢。这一次他没有任何犹豫，将那只微凉的小手轻轻地、坚定地放进了我的掌心，温温的、软软的，触感极佳。我心里暗爽，这核心 KPI 进度算是稳稳推到50%了。那天历史性一战之后，沈之安对我这个后妈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他不再像只受惊的鹌鹑一样缩在角落，而是开始主动凑到我身边当腿部挂件。我投喂的零食，他不再偷偷摸摸，而是理直气壮地当着我的面大快朵颐。晚上我零食编的那些瞎扯淡睡前故事，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格外认真。这一切沈燕慈全都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渐渐的，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从最初考察合作伙伴的审视，火速升级到了膜拜再生父母的虔诚。每天从朝堂上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连朝服都顾不上换，一阵风似的冲进我的主院，搓着手一脸谄媚地凑上来问：夫人今日辛苦了，不知今日战况如何，可有斩获？需不需要为夫亲自上阵，给你捏捏香肩，捶捶酸腿？然后不出意外就会被我一脚无情踹开。起开，别挡着光，耽误老娘盘账数钱。他被踹了也不恼，就跟个被点了校学的地主家傻儿子一样，站在一旁嘿嘿傻笑。这天夜里，沈燕慈破天荒的没有滚回她的书房去睡，而是死皮赖脸的盘踞在我的拔步床上不肯挪窝。夫人，他搓着手，狭长的眼眸里满是期待。你我成婚也有一段时日了，你看今晚这良辰美景，春宵苦短。我懂了，这厮是精虫上脑，想开启妖精打架的隐藏剧情。我清了清嗓子，正准备跟他公事公办的约法3章，好好谈谈夫妻实质性生活这个高难度附加项目的收费明细。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窗外毫无征兆地劈下一道惊雷，紧接着房门被砰的一声粗暴撞开，一个小小的身影死死抱着个软枕，
光着脚丫子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是沈之安，他小脸煞白，毫无血色，单薄的身子在夜风中抖得像寒风中的落叶。我害怕打雷。他声音细若蚊蝇，眼眶红红的，噙着马上就要决堤的泪花。我心头猛地一软，母爱泛滥。什么狗屁收费标准，什么劳什子约法3章，瞬间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立刻翻身下床，一把将他单薄的身子紧紧搂进怀里。不怕不怕，雷公打喷嚏而已，有阿娘在这里护着你。我轻抚着他的后背，柔声哄着。这是我嫁入神府以来第一次如此自然的在他面前自称阿娘。他明显愣了一下，小身子僵了僵，随后便如同找到了避风港一般，将头深深埋进我温热的颈窝，闷闷地了一声。沈燕慈站在床边，看着我们这副母慈子孝的温馨画面，脸上露出了老父亲欣慰又慈祥的微笑。然而感人的画风没维持多久，现实的问题就来了。沈之安死死扒拉着我的脖子不撒手，非要跟我挤一张床睡。我低头看了看我那张不过1.5米宽的床榻，又抬头看了看身高绝对超过1.85米的沈燕慈，最后视线落回怀里这个寸步不离的小不点身上。要不沈大人今晚委屈一下，还是回书房安歇？我试探性的给出了最优解。沈燕慈的脸当场就垮了下来，平时那张清冷俊美的脸庞此刻皱成了一团包子。绝对不行，凭什么他能睡，我也要跟夫人一起睡？行吧，惹不起。于是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们沈府的主卧里上演了有史以来最诡异最拥挤的一幕。我被迫睡在正中间，左手边紧紧贴着小的，右手边死死挨着大的。沈之安大概是真的被雷声吓坏了，整晚都像只考拉一样紧紧抱着我的左胳膊不放，而沈燕慈则像个受尽冷落的深闺怨妇，从背后将我整个人圈在怀里，时不时还故意在我耳边幽怨地叹上一口长气。我被这父子俩夹在中间动弹不得，感觉自己快被挤爆。夫人，沈燕慈贼心不死地在我耳畔吹着热气。闭嘴！我咬牙切齿。夫人，再吵吵，老娘一脚把你踹到地上去！夫人，你偏心，你只疼他。我不仅偏心，惹急了我还会打人，你是不是？在武力的绝对威慑下，沈燕慈终于安静如鸡。到了后半夜，外面的雷雨声更大了。沈之安在我怀里不安地瑟缩了一下，小嘴里含糊不清地呢喃着阿娘。我本能地拍着他的背，像哄婴儿般轻声道：乖乖睡，阿娘在，不怕。黑暗中，我明显感觉到身后的沈燕慈手臂一紧，将我们俩抱得更严实了。那一刻，听着窗外的风雨声，我突然觉得这比看似荒唐的买卖好像的还不赖。第二天清晨，我是被孙嬷嬷那声刺耳的惊呼声给吵醒的。她刚踏进房门，看到我们一家3口毫无形象的横尸在床的震撼景象，吓得手一哆嗦，差点把黄铜水盆直接给砸地上了。沈燕慈顶着2个硕大无比的黑眼圈，生无可恋地盯着床帐顶。自从那晚鸡飞狗跳的同床共枕事件后，我们这个东拼西凑起来的重组家庭，竟然诡异地步入了和谐期。沈之安彻底沦为了我的专属小尾巴，每天跟在我屁股后面阿娘阿娘的叫个不停，叫得我心花怒放。沈燕慈也彻底抛弃了她那3品大员的高冷节操，天天跟在我和儿子身后大献殷勤，鞍前马后。我的主业全职护崽进行得顺风顺水，毫无波澜。万万没想到，一个油水丰厚的拓展副业机会竟然主动送上了门。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安定侯夫人周雨嫣。对，就是那个在学堂门口被我3言2语就挑拨的和吴夫人当街大打出手的暴躁女人。她今天一反常态，没穿她那身招摇过市的16红，而是换了一身素净寡淡的月白衣裙，眼下挂着2团浓重的乌青，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被吸干了精气，憔悴的仿佛老了10岁。沈夫人，她一落座便开门见山：今日登门是想请你帮个天大的忙。我慢条斯理地嗑着瓜子，眼皮都没抬一下。帮什么忙？我丑话说在前头，我这人从不做亏本买卖。他咬了咬牙，从袖兜里摸出一张面额500两的银票，重重地推到我手边。我原本慵懒的眼睛瞬间迸射出金光，立刻挺直了腰板，瓜子皮一丢。侯夫人有话尽管吩咐。我陆云哥这人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急人所难，乐于助人。周雨嫣见状，红着眼眶，咬牙切齿地倒出了满肚子的苦水。原来他家那位风流成性的安定侯，最近从扬州新纳了个娇滴滴的美貌小妾，姓白。这白姨娘的肚子也着实争气，进门满打满算不到3个月，竟然就传出了有喜的惊天喜讯。安定侯老树开花，大喜过望，把那白姨娘简直当成了眼珠子一样护着，天天流水般的山珍海味供着不说，连周雨嫣这个明媒正娶的正室夫人都被他抛诸脑后，冷落到了九霄云外。那姓白的小贱蹄子，仗着肚子里有块肉，天天在我这正室面前耀武扬威，指桑骂槐，侯爷还一味的偏帮他。
我这心里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啊！周雨嫣气得一巴掌拍在紫檀木桌上。所以你是想雇我出面帮你狠狠收拾收拾他？我挑眉问道。对，周雨嫣重重的点头，眼神狠厉。只要你能想办法让他彻底失宠，或者暗中让他肚子里的那块肉出点什么意外，事成之后我再加500两答谢。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冷冷的摇了摇头。侯夫人，你怕是找错人了。我虽然是个喷子，但我可是个极有职业操守的喷子。我义正言辞的拒绝。那种阴损下三滥的宅斗手段，我不屑做，特别是对孕妇和无辜孩童下手，太损阴德，我怕折寿。周雨嫣听罢，充满希望的脸瞬间垮了下来。我话锋忽的一转，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不过嘛，要是单单帮你出这口恶气，或者当众撕下某些人伪善的假面具，这活儿我接了。至于这出场费嘛，看在熟人的面子上给个友情价，800两。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我们以600两纹银的跳楼价顺利成交。第二天下午，我依计行事，应了周雨嫣的正式帖子，大摇大摆地去了安定侯府赏花。刚一踏进后花园的月亮门，就远远瞥见那个传闻中的白姨娘，她正挺着一个规模十分壮观的肚子，被7、8个丫鬟婆子前呼后拥着，在花丛中娇柔做作的散步。我定睛一看，好家伙，那肚子的规模，少说也得有5、6个月的显怀程度了。可我分明记得周雨嫣昨日才哭诉过，这女人进门还不到3个月，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心里瞬间明镜似的，我立刻换上一副热络的笑脸，快步迎上前去，一把攥住白姨娘柔弱无骨的手。哎呀，这位就是白妹妹吧？真是好大的福气！乔妹妹这肚子尖尖的形状，怕不是怀了一对双生子吧？白姨娘被我夸得有些飘飘然，得意的掩嘴轻笑。沈夫人真会说笑，府里的郎中看过了，说就只怀了一个，只是这胎儿吸收好，长得格外壮实些罢了。我故意围着她转了整整一圈，一边转一边啧啧称奇，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周围人听清。真是天下奇闻啊！我娘家亲嫂子当初怀孕足足5个月的时候，那肚子还没妹妹你现在的1半大呢。依我看，妹妹这腹中的胎儿骨骼清奇，将来必定是个能上阵杀敌、顶天立地的大将军之才啊！听到这话，白姨娘原本红润的脸色微不可察地变了变，眼神闪过一丝慌乱。就在这时，罪魁祸首安定侯也摇着折扇溜达了过来。他一脸春风得意的油腻笑，极其自然地伸手搂住白姨娘粗壮的腰身，对我这个处在一旁的外客完全视若无睹。我自然不会尴尬，反而笑眯眯地上前拱火。侯爷来得正好，我刚才仔细瞧着白妹妹这胎香，着实异于常人。稳妥起见，不如去太医院请那位德高望重的胡院判来给妹妹请个平安脉。胡院判可是京中出了名的妇科圣手，最善安胎保胎。万一妹妹怀的真是个双生子，侯府也好早做周全的准备，不是？胡院判的大名谁人不知？那可是太后娘娘跟前的红人，只要他那2根手指头一搭脉，腹中胎儿具体几个月大，绝对瞒不过他的法眼。果然，白姨娘一听胡院判3个字，脸唰的一下就褪尽了血色。她死死抓着安定侯的衣袖，娇滴滴、怯生生的央求：“侯爷，妾身觉得没这个必要吧？妾身除了府里的老郎中，实在信不过外面的那些大夫。”妹妹这说的是什么话？讳疾忌医可要不得。我继续在一旁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胡院判医术通神，连太后都赞不绝口。侯爷，这可是您老来得子的头胎，金贵着呢，万万马虎不得啊！安定侯本就对这胎极其看重，被我这么一通忽悠，深觉有理，当即挥手就要派小厮拿名帖去请人。白姨娘这下是真的急眼了，眼看着拦不住，她眼珠一转，突然还有惨叫一声，双手捂着肚子就软绵绵地往地上瘫倒。侯爷，妾身突然肚子疼，好疼啊！安定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一把扔了折扇，弯腰抱起他就发疯似的往主屋冲去，一边冲还一边声嘶力竭地咆哮：“快传大夫，快去把府里的郎中全给我叫来！”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一群人慌乱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冷笑。就这点拙劣的演技也敢关公面前耍大刀，太嫩了。我慢条斯理地跟在人群后头，施施然地进了主屋。等府里那个胡子花白的大夫背着药箱气喘吁吁地赶来，满头大汗地给白姨娘把了半天脉后，老脸上却写满了化不开的困惑与不解。启禀侯爷，这姨娘这脉象沉稳有力，气血充盈，绝无半点滑胎动气的征兆啊！白姨娘闻言，躺在雕花拔布床上，哭得那是梨花带雨。我见有脸，你胡说，怎么可能没事？我这肚子明明疼得像有刀子在绞一样，你这庸医定是医术不精。我适时地走上前，仗着自己是外客，
挤到床前，一脸关切地望着她。白妹妹，你先别急着发火，有时候吧，这肚子突然剧痛，也不一定全都是胎气不稳闹的。我故意顿了顿，在满屋子人惊疑不定的目光注视下，慢悠悠、字正腔圆地吐出极具杀伤力的半句话，也极有可能是昨晚吃砸了东西，肠胃作祟，憋着想出宫。话音刚落，全场死一般的寂静，针落可闻。安定侯原本焦急万分的脸，瞬间绿得像个熟透的大西瓜，表情扭曲到了极点。白姨娘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也仿佛被瞬间掐住了脖子的公鸡戛然而止。我见火候差不多了，再接再厉，转身严肃地对着那位懵逼的大夫说：“大夫，事不宜迟，要不您赶紧再给他瞧瞧肠胃经络。我细观妹妹这脸色，青中泛着黄气，印堂隐隐发黑，这症状像极了医书上记载的严重宿便不通之症啊。这孕妇若是长时间便秘，那可是会憋出大问题的，极易引发胎毒，危及母体啊。”那老郎中也是个实在人，被我这一套一套的医学名词唬得一愣一愣的，还真就信了邪，伸出手就要去按压白姨娘那高高隆起的肚子检查。结果就在他那干枯的手指刚刚按压下去的那一瞬间，一个极其不和谐、沉闷且响亮的噗声，伴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不可描述的恶臭气味，从白姨娘捂得严严实实的颈背里汹涌传出。整个华丽的主屋瞬间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白姨娘那张原本娇俏的脸，如同开了染房一般，从惨白到涨红，再到憋成猪肝色的酱紫，最后双眼一翻，这次是真的扛不住这波社会性死亡，直截了当的晕死过去了。没错，这次绝对是真晕，因为在名利场上，有时候社死真的比直接砍头还让人绝望。事后我才从周雨嫣派人送来的答谢信中得知，那白姨娘压根就没有怀孕，她为了顾宠，不知从哪儿找了个走街串巷的江湖骗子，用猛药催出了类似假孕的虚假卖相，平时就在肚子上死死绑着个厚实的棉花软枕伪装。如今东窗事发，假孕争宠的丑闻败露，安定侯觉得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气得当场拍板，叫人把那白姨娘发卖到了偏远的下等窑子里。而我则心安理得地将周雨嫣为了封口额外奉上的200两精神损失费揣进腰包，深藏功与名，继续回去过我的阔太太日子。从那天起，我在长安城这个暗流涌动的贵妇圈里，除了第一喷子，又赫然多了一个烫金的新头衔——宅斗情感纠纷金牌调解员。业务版图再次实现了质的飞跃。那段日子，我过得简直是如鱼得水，主业户宰稳步推进，副业捞金日进斗金，夫妻和睦，父慈子孝，妥妥的人生赢家。日子过得太滋润，以至于我甚至都快彻底遗忘了我那便宜儿子沈之安曾经还有个传说中英年早逝的亲娘。直到那一天，一辆用纯金打造包边、奢华到足以闪瞎路人狗眼的超豪华马车，堂而皇之地停在了沈府的大门口。一只踩着金丝鼠锦靴的脚探出，车上走下来一个女人。那女人穿着一身极其惹眼的火红色旗装，身姿高挑惹火，容貌更是明艳不可方物。她眉宇间透着一股常人难及的凌厉英气，身后整整齐齐跟着8个配刀的高大护卫，气场全开2.8米，一看就绝非善类。正在院子里扫地的孙嬷嬷一抬头看到她，就像见了鬼一样，吓得老脸惨白如纸，手里的扫帚吧嗒掉在地上，哆哆嗦嗦地捏说道：“萧大小姐。”那红衣女人眼风都没扫她一下，如同进自家后花园一般，径直大步走入府中。她那雷达般锐利的目光在院子里急速扫视，最后死死锁定在了正乖巧地拉着我的手，缠着我给她念民间话本的沈之安身上。女人的眼神在触及孩子的瞬间变得极其复杂，有狂喜，有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志在必得，绝不容人染指的疯狂占有欲。之安，他红唇轻启，声音略带一丝沙哑。沈之安正听话本听得入迷，闻声抬起头，当看到那个红衣女人时，他明显愣住了，小小的眉头死死皱在了一起，似乎在脑海深处努力拼凑着某些模糊的记忆碎片。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有极其不祥的预感正在降临。果然，下一秒，那个红衣女人便不顾仪态地蹲下身，向着沈之安的方向张开了双臂。之安，我是娘亲啊，娘终于回来了。我瞬间石化，沈燕慈之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她那前妻3年前就因病嗝屁了吗？现在这活生生站在院子里的是什么情况？大白天诈尸了。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刚好下朝回府的沈燕慈一脚踏进院门，迎面便撞见了这一幕。当他看清那个女人的脸时，温润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难看至极。萧若雪，你居然还有脸回来！他厉声喝道。萧若雪这个名字一出，我尘封的八卦记忆瞬间被激活。我想起来了，沈燕慈的原配发妻出身江南皇商萧家，那可是真正的富可敌国。传闻当年沈燕慈还是个一穷二白的酸汉灵时，
他不顾家族族长的强烈反对，带着10里红妆下嫁。婚后不久便生下了沈之安。然而在沈之安刚满2岁那年，萧家的核心商路出了重大变故，内斗不休。他为了回去争夺家产继承权，竟对外宣称自己染疾暴毙，实则抛夫弃子，孤身一人远走凶险的西域，开辟新商路去了。如今看这通身逼人的气派，他显然是宫斗宅斗商战3连胜，已经坐稳了萧氏商业帝国掌舵人的宝座。而他今日高调回归的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萧若雪缓缓站起身，毫不退让地冷冷对上沈燕慈愤怒的目光。我回来看我自己的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有何不可？绝不可能！沈燕慈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额头青筋暴起。3年前是你自己为了那些铜臭家产狠心抛弃他的，之安现在是我一个人的儿子，他有我这个父亲，还有他现在的阿娘。他说着，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一把将我拉到了他的身后，像老母鸡护崽一样挡着。萧若雪那冷傲的目光，这才施舍般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他像评估商品一样，将我从头到脚上下打量了一番，毫不掩饰眼神里的轻蔑与鄙夷。就凭他一个只会靠耍嘴皮子在后宅混饭吃的市井泼妇，沈燕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挑女人的品味还是一如既往的差劲。我靠，当面人身攻击，这我能忍。我骨子里的战斗 DNA 瞬间觉醒，撸起袖子就准备跟他大战300回合，却被沈燕慈一把死死按住了手腕。这是我们沈家的私事，你一个早已被休弃的外人，没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萧若雪根本不屑与我争辩，她的语气强势的像是在宣读圣旨。沈之安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他血管里流着一半我们萧家的血，他今天必须跟我走，去继承萧家富可敌国的亿万家产。说完，他再次转向沈之安，原本冷厉的声音瞬间切换成了温柔的能滴出水的慈母腔调。之安，乖，跟娘走。娘有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金山银山，可以给你买进这全天下最新奇的玩具，穿最名贵的绫罗绸缎，住比皇宫还要大的奢华宅院。只要你想要，哪怕是天上的星星，娘都给你摘下来。不得不承认，他抛出的这些条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充满了极致诱惑。沈之安有些茫然地看看那个红衣女人，又转头看看紧紧拉着他的我，小小的脸庞上写满了不知所措的迷茫。我的心止不住地往下沉。完了，真正实力悬殊的终极 BOSS 终于登场了。我这个平时只靠几包5香瓜子、几块枣泥糕和几句嘴炮收买人心的平民玩家，拿什么去跟一个能随时随地用亿万家产狂砸人的终极人民币玩家正面硬刚？这场夺子大战怕是凶多吉少了。萧若雪发动的攻势比我预想中来的还要猛烈，还要不留情面。第一天，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直接豪掷千金给沈之安就读的那家贵族学堂捐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的3层藏书阁。第二天，并且指名道姓、大张旗鼓地宣称，这一切都是为了无儿之安的锦绣前程。学堂里那位平时古板严肃的太傅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着全学堂所有达官显贵子弟的面，把沈之安夸成了天上有地下无的绝世神童，顺便还暗戳戳地内涵了一下我这个不学无术、只会撒泼的现任后妈。第3天，他直接大手一挥，包下了整个长安城消费最高、最难预约的顶级酒楼醉仙居，宴请学堂里所有的孩子以及他们的陪读。各种龙肝凤髓、山珍海味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端上桌，就连之前最爱欺负沈之安的那个小胖墩李浩宇，此刻也满嘴流油地啃着珍贵的熊掌，转头对他娘大放厥词：“娘，我算是看明白了，沈之安的亲娘简直就是活菩萨，比他那个只会凶人的后妈强出100倍。”李夫人听了这话，尴尬地用眼角余光瞥了我一眼。我则保持着完美的社交微笑，对着他微微颔首。没关系，童言无忌嘛，小兔崽子，这笔账我先给你记在小本本上了。第3天，萧若雪的手段更加简单粗暴，她直接派了一队护卫，敲锣打鼓的给学堂里的每个孩子都送去了一套纯金打造、镶嵌着宝石的绝版文房4宝。这一下，整个长安城名流圈的家长们全都陷入了疯狂，天天在家里揪着自家孩子的耳朵耳提面命。到了学堂，你们务必多跟沈之安套近乎。听到了没有？死死抱住这个会行走的财神爷的大腿。短短几天时间，沈之安从一个默默无闻、备受排挤的小透明，摇身一变成了学堂里最炙手可热的超级团宠。以前那些欺负过他的，现在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点头哈腰拍马屁。以前当他空气的，现在削尖了脑袋变着法儿的讨好他。这股金钱至上的歪风邪气，连周雨嫣和吴夫人这2个墙头草都没能幸免于难。云哥啊，妹妹。周雨嫣假惺惺地拉着我的手，一脸极其虚伪的为难之色。真不是当姐姐的我不讲义气不帮你，实在是因为那位萧家大小姐，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说着，她还故意晃了晃手腕上那只水头极足、
至少价值连城的极品羊脂玉镯子。不用问，肯定是萧若雪砸的糖衣炮弹。吴夫人也在一旁如捣蒜般点头附和。是啊是啊，那萧大小姐可是当面许诺过，只要我们能劝动之安回心转意，跟他去西域，就白送我们两家一人一间城南最繁华地段的旺铺。我冷眼看着这两个见钱眼开、毫无底线节操的塑料姐妹，嗤笑出声。行啊，二位姐姐若是觉得拿人手短，大可以去劝。不过我作为过来人，可得友情提醒一句，萧家的金银财宝可不是那么好消化的。今天他能用钱把别人的亲儿子买走，明天他要是看上了别人，指不定就能用钱把你们的枕边人也买走。到时候落个人财两空，你们可别哭天抹泪的来求我给你们当调解员。两人闻言，脸色瞬间一僵，干笑两声，讪讪的找了个借口溜了。而我则彻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与重度危机之中。最让我揪心的是，沈之安开始频繁的晚归了。每次我强压着焦急问他去哪儿了，他都闪躲着目光，支支吾吾地说是萧若雪接他去各种好玩的地方见世面了。随之而来的是他身上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各种我连见都没见过的稀罕玩意儿，西域进贡的9彩琉璃珠，南海拳头大的极品珍珠手串，甚至他那小小的荷包里还常备着大额的钱庄银票。沈燕慈气得双眼发红，好几次拔出剑想冲到萧若雪下榻的高级驿馆去跟他拼命，都被我死死抱住腰给拦了下来。你现在冲过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在孩子那单纯的眼里，你现在这种行为就是那个蛮横无理，阻止他去见亲娘，阻止他去享受荣华富贵的坏父亲。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厉声分析利弊。那难道我们就这么干坐着，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毒妇把治安的心彻底收买，然后带回西域去？沈燕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我静静地看着窗外被风吹得摇晃的树影，沉默了许久。我闭上眼睛，缓缓吐出3个字：让他带。孩子年纪小，但心不瞎。蜜糖虽甜，但天天当饭吃，总有腻味发吐的一天。这个世界上总有些最珍贵的东西，是再多的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豪赌，我押上的所有筹码，就是我这几个月来倾注的真心，赌他能不能敌得过那足以买下半座长安城的泼天富贵。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沈府里的气压低得可怕，沈燕慈天天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连朝政都无心处理。而我却在此时突然发现了一件更要命、更让人崩溃的事：我那向来准时报到的月事，竟然已经华丽丽的推迟了大半个月。我呆呆地看着铜镜里自己最近明显风热圆润了一圈的脸颊，一个极其荒唐又惊悚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劈进了我的脑海。不会吧？难道就那一晚被挤成肉夹馍的诡异铜床，就这么精准的一发入魂了？我这见鬼的运气未免也太爆棚了点吧？我怀有身孕的爆炸性消息瞬间在死气沉沉的沈府炸开了锅。沈燕慈先是足足愣了有3秒钟，反应过来后狂喜得像个疯子一样，一把将我拦腰抱起，在原地疯狂转了3个大圈，差点把我早上刚喝下去的那碗酸梅汤给原封不动的晃荡出来。府里的老夫人更是高兴的连拐杖都扔了，嘴都合不拢，立刻下令厨房1天12个时辰不间断的给我炖各种名贵补品，生怕饿着他的大孙子。在一片欢腾中，唯独沈之安的反应显得异常平淡，甚至有些反常的冷漠。他只是静静地站在角落里，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了看我尚未隆起的肚子，然后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阿娘，你是不是有了自己的宝宝就不想要我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就像被一根淬了毒的细针狠狠扎了一下，生疼生疼。我立刻推开还在傻乐的沈燕慈，走过去，蹲下身，双手捧着她的脸，无比认真地注视着她的眼睛。之安，你给阿娘竖起耳朵听好了，你是我这辈子认定的第一个孩子，以后不管我肚子里蹦出来多少个弟弟妹妹，你永远都是阿娘心尖尖上的大宝贝。这个位置，天王老子来了也抢不走。他看着我坚定的眼神，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但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眼神深处那一丝被抛弃的不安，并没有因为我的保证而完全消散。而另一边，萧若雪在得知我怀孕后，夺子攻势瞬间变得更加疯狂而猛烈。她大概是极其笃定，我一旦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就绝对不会再把真心分给沈之安这个继子。她坚信这是她趁虚而入，彻底夺回儿子的绝佳时机。她开始变本加厉地带着沈之安出入京城各种最顶级的贵族交际场合，给他量身定制只有皇室宗亲才穿得起的奢华锦服，重金聘请退役的武状元教他骑马射箭。他甚至动用了萧家在朝中深不可测的庞大人脉资源，疏通关系，直接带他入宫觐见了圣上，硬是给一个5岁的质子挣来了一个湘军的荣誉虚衔。在这番糖衣炮弹的狂轰滥炸下，沈之安回府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甚至连晚膳都不回来吃。面对我时，他的话也越来越少，
我静静地看着他身上日渐华丽繁复的衣着，看着他眉宇间渐渐浮现出的那一丝原本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骄纵与曲傲，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与难受。沈燕慈急得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快要愁秃了。而我除了强迫自己深呼吸，保持冷静，别无他法。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月，最终决战的时刻还是来了。那天恰好是沈之安的6岁生辰，萧若雪极其高调地砸下重金，直接包下了皇家园林级别的金桥山庄，为他举办了一场极尽奢靡的生辰大宴。长安城里只要是稍微有点脸面、叫得上名号的权贵人物，几乎全都趋之若鹜地赶来捧场了。我和沈燕慈作为名义上的父母，自然也硬着头皮赴了这趟鸿门宴。我们步入主宴会厅的时候，沈之安正穿着一身用纯金丝线秘密缝制的华丽锦袍，像个早熟的小大人一样，笔挺地站在萧若雪身边，面无表情地接受着众宾客排队献上的谄媚祝贺。他眼角余光瞥见我们进来，眼神明显闪躲了一下，并没有像往常在府里那样欢天喜地地飞奔过来叫人。萧若雪则像个打了胜仗的傲慢女王，高高昂起下巴，亲昵地挽着儿子的手，隔着大半个宴会厅对我露出了一个充满挑衅与胜利的冷笑。宴会进行到最高潮，酒酣耳热之际，萧若雪突然起身，提着裙摆一步步走上了正中央的高台。感谢各位贵人今日拨冗赏光，来参加我儿之安的6岁生辰宴。她环视着全场，声音洪亮且极具穿透力，确保每一个字都能砸进在场所有人的耳朵里。借着今日这大好的日子，我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要当众宣布。她刻意停顿了一下，吊足了众人的胃口，然后转头一把拉起沈之安的小手，高高举起。我儿之安将于明日正式随我返回西域，他将全面接手继承我萧氏一族积累100年的庞大商业帝国。从今往后，他沈之安便是我萧氏一脉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犹如沸水炸锅，无数道复杂的目光如同探照灯一般，瞬间齐刷刷地集中在了我和沈燕慈这对即将失去金疙瘩的可怜父母身上。沈燕慈的脸已经黑得如同锅底，双拳紧握，指关节咯咯作响。我却出奇的平静，只是站在原地，越过重重人群，静静地注视着高台上的那个小小身影。萧若雪低下头，用一种所有人都觉得无比温柔、充满诱惑的语气问他：之安，大声告诉在座的各位叔伯长辈，你愿意跟娘走吗？这是图穷匕见，最后的逼宫。沈之安缓缓抬起头，先是看了看身边满脸写着期待与笃定的萧若雪，随后他转过头，目光穿过喧闹拥挤的人群，直直地看向了站在角落里面无表情的我。偌大的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这个5岁稚童决定命运的判决。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凝固了。终于，万众瞩目中，沈之安开口了。他没有回答萧若雪的话，而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举动。他用力挣脱了萧若雪那保养得宜的手，反手从宽大的袖兜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绣着金线的钱袋。他迈开小短腿，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高台，穿过自动让开的人群，径直走到我面前，然后将那个沉甸甸的钱袋用力塞进了我的手里。阿娘，这是他这阵子给我的所有零花钱，里面的银票和金叶子，我一文都没动过。紧接着，他又毫不犹豫地解下腰间那块据说是西域进贡、价值连城的极品和田玉佩，重重地拍在我的手心上。这也是他硬塞给我买的，我不喜欢这么沉的东西。做完这些还不算，他竟然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当场开始脱衣服。他动作利落地脱下了那身闪瞎人眼的金线锦袍，随手扔在地上，露出了里面那件已经洗得有些发白、针脚并不算多精致的青色旧棉衣。这件衣服是阿娘一针一线亲手给我缝的，虽然旧了，但我最喜欢。他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一切，才转过身，面对着高台上已经彻底目瞪口呆、表情崩裂的萧若雪。他挺直了小小的脊背，一字一句，吐字清晰，掷地有声地说：我叫沈之安，这辈子都不会改名叫萧之安。我亲爹是当朝礼部侍郎沈燕慈，我阿娘叫陆云歌，京城沈府才是我真正的家，我绝不会跟你走。他那尚显稚嫩的小身子，此刻却站得如同青松般笔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那一刻，我一直死死强忍着的眼泪，终究还是没能憋住，吧嗒一声砸落了下来。我赢了。我用毫无保留的真心完败了那场看似不可战胜的泼天富贵。高台上的萧若雪脸色瞬间白得像一张粗糙的宣纸，她精于算计，叱咤商场半生，大概做梦也没料到自己步步为营精心策划的一切，竟然会被自己10月怀胎的亲生儿子在最盛大的场合狠狠抽了响亮的一耳光。沈之安，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他彻底失去了理智，不顾形象地尖叫起来，声音尖锐刺耳。你跟着那个一无是处的女人，将来能有什么大出息？她能给你什么？
是富可敌国的亿万家产，还是他那种泼妇骂街的下作本事？他能给我一个家。沈之安仰起头，毫不退缩地大声回敬道，声音盖过了萧若雪的尖叫。他会在我被别人欺负辱骂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挡在我前面保护我；会在我半夜打雷害怕得发抖的时候，紧紧抱着我哄我睡；会耐着性子给我念那些有趣的民间话本；会亲手给我做最甜的桂花糖。这些东西，你除了用冷冰冰的银子砸，你给得了吗？萧若雪被这番连珠炮似的控诉问得哑口无言。沈燕慈适时地走上前，将儿子护在身后。她冷冷地看着台上失魂落魄的女人，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萧若雪，你都听清楚了吗？现在，请你带着你的傲慢和金钱立刻离开。就在这群情激愤、大获全胜的爽快时刻，我突然感觉小腹深处传来一阵仿佛要将人撕裂的剧痛。我闷哼一声，双腿一软，死死捂住了高高隆起的肚子。云哥，沈燕慈脸色骤变，反应极快的一把拖住我摇摇欲坠的身体。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羊水好像破了，要生了。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额头瞬间冒出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刚刚还在看豪门恩怨大戏的宴会现场瞬间大乱。沈燕慈一把将我打横抱起，冲着外面声嘶力竭的大吼：备车，快备马车，去全城最好的医馆，快！沈之安也被这突发状况吓坏了，死死拽着我垂下的衣角，一边跟着跑，一边哭着大喊：阿娘，你挺住，别怕！就在这兵荒马乱、人仰马翻的紧要关头，彻底输红了眼的萧若雪突然像个彻头彻尾的疯婆子一样从高台上冲了下来，一把死死薅住沈之安的胳膊。沈之安，你今天哪里也不许去，你必须跟我走，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放开我这个疯女人，我阿娘要生小妹妹了，我要陪着她。沈之安拼命挣扎踢打，她生她的野种，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今天就是绑，我也要把你绑回西域。萧若雪双眼通红，显然是受了巨大的刺激，彻底丧失了理智。我疼得视线都模糊了，看着这一幕，气得肝胆俱裂，只觉得肚子里的绞痛更加剧烈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即将失控的时刻，一个壮硕的身影猛冲了过来，一把重重推开了死缠烂打的萧若雪。定睛一看，竟然是周雨嫣，这位平日里最重仪态的侯府夫人，此刻正毫无形象的双手插着水桶腰，涂着扣丹的食指差点戳进萧若雪的鼻孔里，破口大骂：姓萧的，你到底还要不要点那个逼脸了？人家孩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话都说得那么绝了，摆明了不稀罕你的臭钱，你还在这儿像狗皮膏药一样死缠烂打。云哥这都马上要临盆出人命了，你还在这儿丧心病狂的添乱，你安的到底是什么歹毒心思？是不是想一尸两命啊？旁边一直看戏的吴夫人以及几个平日里常请我喝茶、关系还算过得去的贵夫人见状，也纷纷仗义直言，撸起袖子围了上来，将萧若雪团团围住，指指点点。就是啊，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啊？有钱就能抢别人家养熟的孩子了？我看你这女人是想儿子想疯魔了吧？怎么不去大街上随便买一个？萧若雪这辈子大概也没见过这种阵仗，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容给喷得七荤八素，彻底蒙圈了，呆立在当场不知所措。而我则被沈燕慈抱得死紧，在沈之安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以及身后贵妇们震耳欲聋的助威声中，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冲出了山庄。我这辈子大概也想不到，我人生中最酣畅淋漓的终局之战，竟然是在赶往产房的颠簸马车上打完的。这扯淡的人生，当真是处处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刺激与惊喜。折腾了整整一夜，我生了个大胖闺女，足足7斤6两的秤，那一声划破天际的啼哭，直接震得整个医馆的屋顶都抖了3抖。沈燕慈小心翼翼地抱着那个红彤彤、皱巴巴的小肉团子，一个堂堂3品大员，硬生生哭得像个傻子。沈之安则眼巴巴地趴在床沿边，伸出一根短小的手指，极度小心翼翼地戳了戳妹妹软乎乎的脸颊，一脸新奇又嫌弃的复杂表情。阿娘，妹妹怎么长得像个红毛猴子啊？好丑！闭嘴吧你！你刚生下来那会儿，长得比她还磕碜100倍。我虽然虚弱的喘不上气，但怼人的基本功依然在线，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她乖巧地哦了一声，摸了摸后脑勺，然后盯着妹妹，突然就傻乎乎地咧嘴笑了起来。我们一家4口，画面虽然诡异，却透着说不出的其乐融融。就在这温馨时刻，门毫无预兆地被人推开了。是萧若雪，她换下了昨天那身张扬刺目的红衣，穿了一件极其素雅低调的青色长裙，脸上未施粉黛，没了那股咄咄逼人的凌厉杀气，整个人看起来甚至有些落寞和憔悴。沈燕慈像只护食的狼犬一样，立刻警惕地将抱着女儿的手往身后缩了缩，挡在我们母子前面。萧若雪并没有看他们父子，而是径直走到我的床边，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古朴的紫檀木锦盒，动作极其轻柔地放到了我的枕边。这是给孩子的见面礼。她的声音很低，没有了之前的傲慢。我疑惑地打开锦盒一看，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块水头极好、
晶莹剔透的极品羊脂玉长命锁，锁的正面请名家雕刻着一个娟秀的穗字，看这成色和做工，绝对是稀世珍宝。你这是唱的哪一出？我警惕地问。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目光又极其复杂地落在了沈燕慈怀里那个正在熟睡的红壳小肉团身上。沈燕慈这人骨子里清高没大本事，你也只会在这四方天地里耍耍嘴皮子。这孩子若是只跟着你们，将来能有什么出息？顶天了，也就是个寻常的官家小姐。他撇了撇嘴，本性难移地恢复了一点毒蛇的本色。但我萧家的嫡系血脉虽然是继世生的，也绝不能就这么平庸的埋没了。这小丫头，以后我这个做大娘的来亲自教导。等她长大了，我萧家积攒的万贯家财全都留给她当嫁妆。我彻底愣住了，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什么情况？抢县城的亲儿子没抢到，现在改换赛道，连跟我没半点血缘关系的便宜女儿也要提前预约抢了。沈燕慈气得跳脚。萧若雪，你别欺人太甚，得寸进尺。老娘乐意把钱给谁就给谁，你管得着吗？萧若雪轻蔑地白了他一眼，随后他又转头看向那个小小的婴儿，凌厉的眼神竟然在瞬间融化成了一汪春水，柔和的不可思议。我瞧着锁上的字讨喜，就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岁岁，愿他岁岁年年一世平安。说完这番莫名其妙的托孤宣言，他干脆利落地转身就走，背影依旧挺拔骄傲，绝不拖泥带水。只是在走到门口即将迈出房门的那一刻，他脚步微微顿了顿，没有回头，只用极低极低，只有我能听清的声音说了一句：谢谢你把他教得这么好。话音未落，他便快步消失在了门外的阳光里。我看着手里沉甸甸的长命锁，又看了看身边站着的一大一小两个呆若木鸡的男人，突然就忍不住笑出了声。第二天一大早，周雨嫣和吴夫人这几个活宝也大张旗鼓地杀到了医馆，身后的小厮提着大包小包的名贵补品，把病房堆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几个人围着我家闺女叽叽喳喳地闹腾开了。哎呦喂，快让我瞧瞧，这小丫头长得可真俊俏，这眉眼简直跟云哥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水灵。你懂什么？我看这高鼻梁分明是随了沈侍郎。云哥啊，咱们可先说断后不乱，这可是我早就预定好的未来亲儿媳妇儿，咱们今天就把娃娃亲定下。周雨嫣仗着力气大，一把从吴夫人手里抢过襁褓，稀罕的吧唧吧唧猛亲。凭什么便宜你家那个花心大萝卜的种？我家儿子熟读诗书也不差好吗？我们两家必须公平竞争。吴夫人急赤白脸的不甘示弱，沈之安在一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跺脚，拼命去扒拉周雨嫣的袖子。放开，这是我亲妹妹，你们这些外人不许瞧我妹妹。沈燕慈更是彻底失去了三品大员的体统，手忙脚乱的在这群战斗力爆表的女人堆里周旋，给这个递茶喂水，给那个塞点心堵嘴，嘴里还不停的哀嚎念叨：诸位夫人轻点，都轻点，千万别吓着我的宝贝闺女。明媚的阳光透过医馆雕花的窗棂斜斜地照进来，洒在这一屋子鸡飞狗跳的喧闹上。我虚弱地躺在柔软的床榻上，看着眼前这乱成一锅粥却又无比真实的一幕，心里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的安宁。我陆云歌，长安城威震八方的第一喷子，阴差阳错上岗成了沈府的高级金牌客服，如今核心护崽项目不仅圆满成功结案，还阴差阳错地附赠了2个血脉相连的可爱 KPI， 这笔人生的大买卖，我算是赚得盆满钵满了。